中国计划2035年会有6艘航母来对抗美国。辽宁舰改装完成，山东舰无意中，福建舰也许明年想象的舷号20号，就是所谓的核动力要出现。英国皇家海军的航母时代结束了，简直跟报道的是完全两样情。欧亚时报说003舰排量呢将达到11万吨，具备核动力推进系统，还加了一个电磁炮。我觉得印度人真是独具慧眼，舰载武器对于美式航空母舰来讲是自卫为主，因此这电磁炮未来绝对不是中国航空母舰强调的重点。美国要部署5艘航空母舰在西太平洋，我认为几率不高。毕竟美国航空母舰1/3维修、1/3执勤、1/3训练，这是过去的常态。所以美国的航母，它的政治属性好像比军事属性更强。印度双航母都成军了，这属于一个45000吨左右的中型航母。毕竟印度海军操作航空母舰的历史远远超过解放军海军。对比的话，水。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欢迎收看《货来座谈》，我是主持人历史哥李一修。我们今天继续来聊我们的专家讲堂，接下来聊一点军事议题吧。最近啊，这个520即将到来啊，有人说呢，在台海现在啊非常高度紧绷啊。我们之前还聊过这个，因为金门帆船事件所造成的一连续的两岸啊在海警海巡上的冲突啊。可是呢，大家知道吗？这个在现在啊，这个西方的媒体甚至放出呢，美国会派5航母啊来到了台海附近来维持秩序。5航母是什么样的概念？所以今天呢，从这个5航母可能来台湾镇守的这个状况，我们来聊一聊世界各国的航母啊。那很多人都想到，航母的国家当然不少啊，但是有中大型航母的国家，它真的是少数。目前被认定有中大型航母以上的呢，除了扣除目前的这个正在维修中的俄国啊。我们暂时今天就不谈它，其他的啊有狐疑当中的，比如说英国、印度，另外就是中国还有美国，我们就来聊一下中美印英4国航母的近况，还有呢这个最近美国的印太地区的司令啊又发话了，2027年啊可能共军攻台啊，所以今天要聊军武，我们来聊找谁呢？我们来接下来欢迎啊郑继伟总编，大家好。这个呢是美国呢叫齐聚5航母西太平洋啊，为520台湾新总统就职做准备啊。这个报道很有意思哈，因为这个报道呢是忠实的报道，那到底是夸来怎么样？我看到这个报道的时候我吓一跳，美国总统都没有办法5条航母来护驾了吧？但是一个520在台湾要搞到5航母嘛，目前呢，美国3艘航母在西太平洋活动，2艘可能很快加入。但大家知道最近美国的航母去哪？最近都在地中海啊这一侧来这个护航啊。美国的航母呢，机场啊就是我们以前聊过，1/3海上部署，1/3维修，1/3在执行训练啊。所以同时要派5航母，代表是一个非常高的出勤频率哦。路透社就丢出了这张照片，3台航母，1艘航母相当一个小国的空军力量，可能还更强啊。这边是雷根、罗斯福啊，还有米兹哦。那也可以看到美国媒体啊，还顺便又释出了一张摆拍图啊。那重点就是我们今天想来聊一下5航母部署啊。那这5艘啊，乔治华盛顿啊、福特，然后雷根、艾森豪、卡尔文森，这5艘航母是目前美国呢在部署当中的5艘航母。那我们先来请教一下总编，就是5航母来为520保驾，这是政治问题还是军事命题啊？这个讯息大概是2月份的时候开始，有披露出来，就是美国要部署5艘航空母舰在太平洋。那更严格的说，他可能认为，这个是部署在第一岛链周边的西太平洋。但会不会这样？我认为同时部署的几率应该是不高。毕竟美国航空母舰1/3维修、1/3执勤、1/3训练，这是过去几十年的一个常态。因此，我们看美国在1991年打波湾战争，哇，那时候这高潮的时候，大概4艘半左右航空母舰，因为它是随时要调配，比如说有的这个执行了海外任务一段时间，它就必须要回本土或者到它的前进基地，并进行必要的维修。因此正常的运作，它大概最多这个同时保持3艘同一个海域存在，就很可观了。而且我们打开过去的历史，像这几年，美国在这个南海地区是活动频繁嘛，比如最近5、6年，对，它最多的一次我们就看过3艘航空母舰同时出现，而且就像刚才讲的，哇，它一定会展现一个大合照，比如3艘航空母舰排站，那你没有看到是后面跟着更多的护卫舰群，像这样
就是这个一个小型规模的一个操演。中间看到一个小朋友没有？这个小朋友就是日本海上自卫队的类航母，就是所谓直升机护卫舰，这个或者它的准航母。对，所以就是事实上讲到航空母舰，我们就比较精确来讲，就是我们认为标准的，比如美国这种超级航空母舰，还有刚才包括英国、印度、中国等等这种稍微比较小的航空母舰。那另外因为技术发达的关系，对，那美国把所谓的两栖攻击舰也纷纷通过改装，它赋予更强的舰载机作战能力。因此严格说起来，美国的两栖攻击舰经过改装以后，有人称之为闪电航母，就是这种轻航母、准航母的概念。事实上，以它的作战能力，丝毫不亚于像印度、中国目前我们所看到的航空母舰。因此，我们在介绍美国这些超级航空母舰，我们在前提上做这一点厘清和科普，我想会增加大家对于航空母舰运作一个有利的认识。当然，刚才历史哥有讲到，哇，5艘航空母舰会不会齐聚西太平洋？我认为如果即使那么多，可能差不多时间在这个海域出现，那有些里面还是有一些文章可以去推敲。比如我们讲到5艘航空母舰，雷根号，大家众所周知，它准备要返回美国本土进行大修，而由华盛顿号来取代。因此这两个是有轮调的，这两个是来换班的，没错。那另外艾森豪号它在印度洋地区活动的也很久了。比如说我们这一阵子发现，哇，攻击胡塞武装这个舰载机的攻击，基本上都是他来负责。因此就时间和我们刚才介绍来讲，他也必须要回美国本土进行整修。那另外像这个卡尔文森号，从去年大概11月的时候到西太平洋进行部署，尤其它活动的重点是在朝鲜半岛周边。那活动目的就是我们都众所周知，火箭人又蠢蠢欲动，频频射弹。这就是这几个月的一个新闻的常态。因此，卡尔文森号多次包括和雷根号，还有和这个其他的这个像罗斯福号等等一起进行所谓的海上操演。那对这个北韩，还有对中国的这个解放军等等进行一个军事威慑，这样的一个动作，事实上并非要直接参战、直接开打，它本质上还是有所区别的。对，毕竟过去它的动武经验，如果它真的要对某个国家动武，即使像伊拉克、阿富汗这种国家，对，它可能动用的不只是航空母舰，而且不只是1艘或2艘，有时候3艘，甚至它最重要把周边的对手的周边部署空军的战轰机、打击机群。因为之前我们有讲过、介绍过，针对这些战争，航空母舰是应急，还有做有限度的攻击，而真正它的这个空中打击大锤，还是要靠陆上基地这些空军战机群。对，所以其实讲到这个美国的航母，它主要还是一个以现在来说，变成一种摆拍的这种，或者是这种，它实际上当然还是可以作战，但是对于这种大国的地缘的政治的话，它的政治属性好像比它的军事属性更强。当然，在平时的时候，它有十足的军事和政治的意涵，特别是遇到危机，航空母舰摆到这个地方，就足以震慑世界上大部分的对手。是，因此就成平时代来讲，航空母舰不只是美国国力的象征，正是美国进行一个预防外交、降低或控制军事风险一个很好的工具人。当然，对于美国海军来讲，另外就是借由全球的部署海军，那对于它就是美国利益的确保。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认为哇，美军是美国整体国力一个不可或缺的力量，而航空母舰就是平时维持它不只是象征性，还有实质军事能力一个重要的海上工具。那再来，我们想要谈一下这个就是航母的一些细项哦。我们知道现在美国的航母主要有2个级别哦。那总编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这2个级别差哪里？那福特号是一个级别，那另外一个是尼米兹级哦。还有就是福特号的部署似乎不是很顺利啊，最近终于完成了，到底是问题在出哪里？而美国的航空母舰以往它还有所谓传统动力，比如说著名的像什么小鹰级，还有像甘乃迪号、弗莱特斯号这些。当然传统动力，后来美国人认为
为其实还是核动力好用啊，添加一次燃料可以连续运行几十年哦，不像航空母舰，你后面随时要跟着一支大海上的补给舰，有人说是大奶妈，随时供应它需的油料。航空母舰这个核动力就不需要，因此到目前为止哦，就是现阶段来讲，美国都是核动力航空母舰。那目前的11艘是由10艘尼米兹级，这4艘都是尼米兹级。对，尼米兹级大概就是68到77。那此外还有一个目前只有1艘的，就是福特级，它是 CVN 78。此外有1艘，那它的姐妹舰甘乃迪号，那这几年也会陆续这个开始服役哦。短时间内，福特级可能增加到2艘。对。那这是美国海军目前航空母舰阵容，但有人就会问，这个福特级和尼米兹级其实外形大同小异哦。对啊，那我必须说，看起来真的很类似。它看起来整体结构是差不多，我们可以这样讲。尼米兹级经过几十年的运作，它整个综合设计结构，那基本上对于美国海军来讲，这是一个目前最优的一个结构。因此福特级在基于类似的架构下，赋予一些黑科技，让它整个作战能力更上一层楼。比如说像电磁弹射，对，以这个尼米兹级全部是用这个蒸汽弹射嘛，福特级它采用电磁弹射，使它的整个飞机的这个起飞的效能更强。但是福特级哦，正是因为采用了很多黑科技，不只是电磁弹射器，还有它的降落这个系统，乃至于所谓双频雷达，更重要还有这个所谓的一些电力机电系统。对，因此它初期服役的时候问题很多。也因此我认为第2艘甘乃迪号未来服役，它的服役这个期程或者具备作战能力的期程，应该可以获得有效的缩短。所以当时在建构这个福特级的时候，当然最大的差异大家都看到电磁弹射嘛。那它主要是把它升级成电磁弹射，主要难度在哪？我想它的运作结构都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蒸汽弹射它有一个里面有什么像气阀，还有一些复杂的机械装置。电磁弹射虽然没有这些，让它整个运作来讲，包括使用的便利性，还有维护的这个维护性还有可靠性都大幅提高，但前提是整个运作达到一个完美的地步。但我们都知道电磁弹射包括使用的电量啊，还有你一些材料上是不是能够符合原先设计的需要，还有相关的一些主系统或者配套系统是不是运作上达到了一个高可靠度的需求。那从福特号最初这个故障频频，然后让美国海军头痛不已，正显示了它诸多的技术环节其实存在的一些不足。那我们自己在看，就是说，它现在把它升级到这样的一个程度的时候，它的战力的实质提升，主要是它的出击的频次明显可以拉高。对，那对于整个的这个它的人员的压力，不是也会很明显上升吗？它本身的人员，因为就是科技的进步，其实它人员获得很大的这个降低。人员少，这个对于一个海军来讲，这个是非常重要。尤其是人少，代表吃的少，你吃的少，你薪资的这个负担也少。这个对于这个一个国家这个维持海军，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盘算。也因此，在福特号在这个部分相对于尼米兹，这个也是它精进的项目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再我们回到我们一开始的问题，如果说5航母不就是5艘全部都要派出去了？对，所以看起来就是不太可能的事情。OK， 那这个以战力来说啦，就是福特号比起尼米兹级的这个差异在哪里？我觉得主要就是它的舰载飞机的运作效率，效能更好。那另外它的核动力应该在可靠度，在可维护性来讲，应该也比尼米兹的要优化很多。比如它的这个添加燃料以后，它下次再添加的时间可以获得延长。而且这个整体的这个运作可靠度、安全性也获得很好的提升。毕竟2个是不同世代的核动力系统。还有就是它的雷达感
感测和指挥系统这个部分也是获得比较好的强化。总体来讲，那最主要还是体现在舰载飞机的运作效率比较好。那当然啊，讲到电磁弹射哦，就是中国最新的航母啊。那电磁系列啊，除了电磁弹射之外，还有电磁炮、线圈炮。对。那现在据说印度媒体啊叫《欧亚时报》，他就报道说啊，003呢舰排量呢将达到11万吨哦，具备呢核动力推进系统哦。之前我们有聊过，可能003舰可能会到7万8万吨吧。哦，那印度媒体把它的规格又拉高了，还加了一个电磁炮啊，好，跟电磁弹射放在一起哦，有电磁弹射又有电磁炮。哦，那这个电磁炮厉害了，不到0.05秒之内呢，把124公斤的炮弹加速到700公里哦。印度媒体这样报很有意思哦，它意思就是电子弹射器加电磁线圈炮，足以媲美美国福特级航空母舰。我们刚才聊福特级，我就说中国现在对标这个印度媒体讲的电磁炮就是这个啊，这个是配载在中国的坦克登陆舰啊，洞72啊、072型啊、海洋3号。但是印度媒体关注的焦点总是跟它不一样啊，它把电磁弹射跟电磁炮排起来，这两个什么关联性呢？还有这个电磁炮真的是有可能配装到航母上面？我觉得印度人在评价这个中国的航母，还是真是独具慧眼啊。一般来讲，大家讲到航空母舰它的作战能力，根本来讲比较专业的看法，应该讲到它本身的舰载飞机的配置。但舰载武器，事实上对于像美国的美式航空母舰来讲，它的舰载这个武器主要是自卫为主，因此哦，这电磁炮，我认为未来绝对不是像福建舰或者新一艘、下一艘中国航空母舰它的强调的配置的重点。电磁炮姑且不论它的技术能力怎么样，事实上，就刚才他讨论到电磁炮这个，就是把航空母舰这个战力的重点那搞错了。那另外在话题再回到所谓电磁炮这个部分哦，我必须说，其实美国海军之前也在发展所谓电磁炮、轨道炮，甚至雷射武器。但我们发现这些武器虽然满足了我们一般人对于科幻这种幻想，因为提到电磁就是很先进，对，但现实通常比较打脸一点。那这种包括电磁武器、雷射武器发展到现在，其实距离实用化，特别是我们看电影或科幻场景所具备摧枯拉朽的能力，那还有一大段距离哦。因此，就是为什么解释了解放军海军之前的这个坦克登陆舰有配备电磁炮进行一些试验，到我们现在发现好像没有一个后续的下文。即使美国海军有类似的计划发展到现在，你也没有看到它获得一个很大的成果，就代表电磁炮它在综合技术这个部分其实还是有它瓶颈存在。我想最重要就是如何充电，它的电力系统可能是制约它持续作战能力很大一个部分。不过，中国计划2035年呢，会有6艘航母啊来对抗美国，可能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啊。因为我们观察过去啊，中国大陆这几年来的这个发展航母的速度，的确是非常的惊人。很多人常常在讲说，哎，中国大陆你现在就跟美国比，航母差那么多。可是我必须持片讲，我们讲了那么多航母，对。中国航母的速度那是非常非常快，就过去讲说要想富先修路嘛，那现在怎样呢？要想强啊，有航母。2035年6个航空母舰战斗区，至少4个是核动力，这个计划很艰难哦。可是看起来技术突破的速度势头是非常快的，所以西方的一些分析人士就认为说，过去中国大陆因为有这个经验嘛，96导弹危机的时候太受制于美国的航母了，所以呢高速来发展这个航母。那所以我们就来看一看最近中国大陆航母的这个发展速度。那共军的航母呢，我们都知道辽宁舰已经改装完成，对，上次也有提到一点哦。山东舰是已经正式一直在服役中。那最近最快要入列的在福建舰，也许明年。那其他大家在想象的就是这个哦，舷号20号，为什么是20呢？大家看哦，16、17、18，哦，每一个舷号都进化了一块啊。到了20哦，就是所谓的核动力要出现。那你说19呢？一般来说，现在看起来19可能会跟福建舰一样。采使的是全通式的甲板，但是传统动力，但是以电磁弹射为主，也就是跳过了蒸汽弹射啊。真的有办法在航母这个地方这个弯道超车吗？那现阶段中国大陆每一艘航母，就是说共军的每一级的航母，它的战力又是如何呢？跟我们刚才谈的美国航母的差异在哪里？其实这个解放军发展航空母舰，它发展真的很快而且它的这个起点其实还蛮高的。基本上它不是这个像一般国家这种发展路子，而是借壳上市。
然后展开它发展航空母舰之路哦。那众所周知，这个辽宁舰本来是这个在乌克兰的瓦良格号航空母舰，是前苏联造到一半，因为解体以后没有资金把它完成，乌克兰没钱，对，乌克兰没钱，所以后来把它卖掉，而且。当时买这艘这个航空母舰，它的理由是我要做成一个海上赌场，放在澳门当赌场。当然，西方人后来这个发现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谎言，因为回到中国大陆以后，没多久就被拉到大连进行深度的改装。我必须说，这种瞒天过海的方式哦，事实上，当然西方国家是不相信啊。我想也有所预防，这就是为什么要通过。土耳其那个海峡，哇，要花了这个1年解决相关的问题啊，但是事实证明，其实这个中国大陆和乌克兰在这艘航空母舰这个移交的过程，那他们显然还有暗盘的交易，包括可能整个航空母舰的设计图纸，还有部分的设备，没有外界说的完全破坏。造成它完全无法使用。从后来的改装以及当时所传出来，中国大陆网络很多乌克兰的军工专家来共同参与它很多建设，就可以发现，事实上这一艘这个辽宁舰是中国大陆和乌克兰军工体系一个合作所催生出来一个借壳上市的一个航空母舰。但是对于解放军海军来讲，由于以前没有使用过航空母舰，因此辽宁舰确实对它的定位来讲是一个实验性、一个训练用的航空母舰。它训练不只是说航空母舰如何操作，还有训练舰载机飞行员逐步从零到有再更好。此外还要训练它的护航编队、各个驱逐舰、护卫舰、潜艇。如何去配合它的运作，以及发展相应的战法战术？最重要还有一点，训练上最重要就是训练人才。在这个部分，我认为辽宁舰对于解放军海军确实提出了很大的贡献。因此包括辽宁舰还有山东舰，我们从外形就知道，它基本上就是根据辽宁舰的设计一样画葫芦制建出来一个。自制的航空母舰，从山东舰服役到现在，以及辽宁舰后来的改装，我想中国大陆造船工业其实已经具备了比较好的航空母舰建造和改装的能力，这就是为它后来建造福建舰打下了很好的一个工业基础。而且我们从它的这样能力，就是觉得很厉害的，就是由于科技的相关进步。他居然把滑跳式飞行甲板的航空母舰，那很快的就这个进阶到平通甲板式的，像美国超级航空母舰那种甲板，而且还搭配它自行研制的电磁弹射系统。对这个部分，我认为是很不容易哦。当然，很多人会认为，它的电磁弹射到底好不好用？到现在我们只看过它用那个红色小车啊，在港里面做测试。到底这个系统好不好用？那效率怎么样？目前还是存在一定的未知数哦。但如果这个大体没有问题，那确实让它在打造像这种类似美国这种超级航空母舰，那确实它的科技力的展现，事实上是很厉害的。我们在关注解放军的航空母舰，它本身军舰的，包括它的这个发展以外。它的舰载机，我认为这是大家需要关注的另外一个核心的部分。毕竟这会攸关它航空母舰它的作战能力到底达到什么样的程度，这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关于这个舰载机，我们之前有讲过一期啊，所以大家记得可以去考古一下。倒是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就是第一个当时把这个船拖回来的时候，台湾人还在笑，对，笑说：“哎呀，拖一台破船回来啊，这搞不到之前一下就沉了。”那后来辽宁舰服役了，服役之后呢，没多久山东舰就跑出来了。那山东就说：“哎呀，这个是完全照抄一样画葫芦，谁不会？对不对？抄袭而已。”可是其实如果仔细看两艘船在舰岛部分就长得不太一样，它还是有做了一些设计上的更动，然后吨位数上面呢虽然很接近，但山东舰还是略大于这个辽宁舰的部分，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是很有企图心、野心的跟目标。或者是你说这个很有野心，想要达成自己的这个战略的位置。事实上，我顺着历史哥的话就是这两艘船虽然外形很像，
那但结构内部其实是不太一样。对，特别辽宁舰不同，它全身的瓦良格舰，它本身原来是配备长程反舰飞弹，是，内部机库的布局也不是太优。而在这个部分，其实山东舰整个做了大幅的优化，而且是根据辽宁舰之前的使用经验和它自身的需求做了相应的修改。因此，即使它是一样画葫芦画出来的葫芦，但葫芦里面装了什么药，却是全新的配方。我认为就是批评很容易，但要做起来真的不是嘴巴说那么简单。我真的是觉得蛮有感的，因为我们这样一些讨论下来哦，山东舰它就已经很明显有企图心，想要把它做成全通式的甲板。那山东舰在做的时候，很多就是我们台湾的一些军品，其实他们都没有去重视到这一块，它这个企图心，果然这个企图心就用上来了嘛，因为实质上那个结构是不同。当然，最近辽宁舰去大修，有没有把内部以前最大的 bug 就是导弹发射的这个占用的空间给改掉？我们不知道，因为这个结构有时候能不能这样改，这个是很困难。可是我只是意思是觉得说，这种航母在跳跃迁式的成长的时候，我们的很多的评论，尤其他会觉得，其实我觉得有点鬼遮眼啊，就是不断的用批评取代理解。而且我们必须说，它这么多一路发展下来，它的技术其实受到国际间层层的封锁。对，比如说大家以前这个看它改装这个瓦良格舰变成辽宁舰，大家还记不记得？美国人就笑你那个降落的拦击索啊，我就料你做不出来，你这个发展上绝对会有难以突破的技术瓶颈。后来发现它这个拦击的这些钢索还是中国大陆自己做的，对，连美国人用的好像也是中国大陆做的，而且它能够打造出福建舰，它最大的核心就是它突破了弹射器这个问题。那它的电磁弹射和美国的弹射是不同的理论运作出来的系统。众所周知，美国人用的是所谓的交流电系统，是，而中国大陆用的是直流电系统。对，因为就光从它已经可以弹射红色小车，对，就知道它是能弹射。是，所以在看待解放军的航母技术啊，我觉得共军其实他们在部建海军这几年，甚至有让我一种海军的成长的速度超越空军的这种感觉。但其实空军这几年也发展了很多。不过大家最好奇，其实是我这4张图片是这一张图，对，舷号20这个未来的想象图啊。总编怎么看？2035年核动力航母达到4艘，那这一般会认为说20到23这4艘可能都会是核动力。对，我觉得就2035拥有4艘核动力，这速度太快了。而且解放军海军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核动力的水面舰出现。因此一下跨度那么大，拥有核动力航空母舰，而且还达到4艘这样的一个水平，我认为就目前来看，这样的一个预估其实过于大胆。那我直白问一个，核动力，您觉得以您的专业来说，何时会上舰？我认为除非它的强调所谓的小型化水面舰用的这个核动力系统能够实用化，比如说它配备的是破冰船或者某个试验的水面舰，用于检验它整个综合设计是不是有比较高的成熟度，还有实际检验以后发现，它各项性能达到一个比较高的这个满足相关的指标，最重要的就是它的整个运作的安全性、可靠性如何。但你没有这些基础之下，贸然建一个，姑且不论是不是10万吨的，即使6万吨、8万吨这么大的船，你造一艘那么大的实验舰，这个本身要承受很多技术的风险，以及时间和资金的风险。就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这个布置跨的或许会太大了一点。那2035年有可能第1艘吗？第1艘可能就是我们这几年试着看看，它会不会有一艘试验舰，或者有一个试验系统，第1代一个雏形拿出来进行一个实事求是的试验，我们才可以据此判断，它何时会有核动力的航空母舰。我认为这个就它的发展过去的路线图来讲，应该是用这样的路子来走，我比较相信或者考虑它何时有核动力航空母舰。好，那我们呢也期待说这个
有这个新的船舰呢，到时候再跟大家做补充。回到前头，我们刚才在讨论的一个事情哦，对，航母哦，这个因为福建舰是蒸汽动力嘛，对，其实还有一个蒸汽动力的中型航母哦，被人家过去认为是超级海军强权的英国啊，对，现在感觉越来越不行了。美国媒体直接吐槽英国皇家海军说啊，你的航母时代终结了，这真的是东升西落啊。这东边这边呢，中国大陆呢，这个共军呢，快速的在太平洋西侧崛起，结果回到大西洋的这个东岸啊，英国的衰落速度是远超乎我们想象啊。首先我们先看一下啊，这个呢是英国航母时代啊，这个终结啊，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双月刊呢，他呢这个布兰登韦彻特啊，这个作者啊，他有一个专家，他写了一篇文章，就叫什么？英国皇家海军的航母时代结束了，对自己的盟友讲这种话。那我们知道英国目前有2艘航母，而这个航母的吨位数是属于中型航母的范畴，是比我们说全世界上另外一个有核动力航母的法国来的大得多。对对，那法国那一艘我们之前也聊过，我们就不再细聊了。我们来看一下，他说这个伊丽莎白女王级啊是个错误的一个投资啊，你斥资80亿美金来建军舰，结果你没有资金来配备所需要的飞机。总编刚才就讲到了，飞机很重要。然后呢，就是经常是出了一堆狗屁倒灶的事，比如说呢，伊丽莎白女王号在前往苏格兰港口的维修的时候，竟然烧了5个小时，烧得面目全非啊！而且火灾发生在舰艇生活区啊，还有另外你看威尔士亲王号之前问题也很多，还有漏水的问题啊，那凸显英国海军一个最大的问题，它的投射范围超过了它的掌控能力。今天的英国不是帝国时代的英国，伦敦也没办法挥霍军费啊，缺乏经济能力来实现战争规划者的设想，耗尽的资金削减任务关键，发展的一个虚荣心的项目，英国皇家海军根本无力维持这个虚荣项目，已经严重威胁到英国皇家海军其他更实用的项目。哇，这个简直跟这个中国大陆是完全两样情。总之，这个一艘中型航母它是几万吨级的。其实英国伊丽莎白级2艘大概是7万多吨，而且它的全长大概我记得没错，大概280还是300公尺。就这个尺寸和吨位来讲，还算是不错。中型航母的上限可能上面看起来舰型顶规，但是刚才我们讲到，其实照这个军舰维持大的这个海军规模，它是非常花钱的。因此英国国力的兴衰，特别反映在它海军的建设。我们都知道，英国是日趋沉沦的一个国家。事实上，即使它打造2艘这个航空母舰，它很多上面的设备，还有更重要的舰载机，克扣的结果，其实不都是缺一漏万。因此，过去以来，它执行海外任务都是拼凑。包括我们都知道，第一次执行海外部署任务，上面的舰载飞机还是跟美国海军陆战队借来的一个中队部署在上面，而且配套的护航舰，包括驱逐舰、护卫舰，是北约盟国大家拼凑起来执行它整个这个航舰编队这样的任务。因此，就英国海军来讲，虽然航空母舰我有航空母舰，我可以说是一个强大的海军国家，但包括舰载机、包括护卫舰，是由8国联军组成的，这就是很尴尬。我都不知道要称赞英国皇家海军厉害，还是美国的指挥得意。其实我认为整个北约都是靠美国，所以等于英国皇家海军在刚才您说8国联军的状况，它根本就只有出了一个空的舰。剩下的人员也都是美国指挥啊，然后飞机也美国指挥。那你这条船到底是美国的船还是你英国的船？其实只能说它就是美国的应该是这个小朋友啦。我们难听一点就是美国的附从国家。那这个基本上它就是起到的一个辅助的一个角色。那我们实诚的讲，因为当时我记得我小时候他就立项了。对。他也造了蛮久的。对。那当时我们读了很多，比如说像《国家地理》杂志等美系的或这个媒体啊，他们都给了很高的评价。对。都说这个是除了美国的核动力航母、法国的戴高乐号之外呢，这个战力倍儿棒1等1哦。那就总编你来看，他现在这个战力能够不要说跟福建舰，因为福建舰还没成军，我们就不要讲太多。但是能够跟山东舰、辽宁舰做对应吗？因为我们之前也聊过，山东舰、辽宁舰它在训练在这个西太平洋这个深海处，他们也做了很多的这个训练，而且日本全程监控，没有掉一台飞机，飞机也是自己。对，
那这个对应，现在以英国现在这个船舰的状况，有办法吗？我觉得这个很难类比哦，毕竟如果是满编，我是说满编状况下，它的舰载飞机40几架都满编，但是事实上它没有满编过，还要跟这个美国海军借，对，也因此哦。它的设计指标其实还有一定的标准，但实质目前的现况就是打个很大的折扣。但是它的舰载机虽然数量严重不足，但是指标还是蛮高的啊，尤其是它配备 F-35B， 它对美国来讲是第5代机，是本身在态势感知、综合作战能力，特别是与美国联合作战能力，它还是有比较高的一个标准。也因此哦，与辽宁舰或山东舰相比，它这个飞机，有优点有缺点。优点是它是第5代战机，优于歼15的第4代战机。是，但缺点就是没有满编，而且很多是靠美军。对，也因此就这样的来说来讲，你很难去做一个精准的类比。毕竟对于英国海军这种缺乏经费的来讲，不只是舰载机的问题，最主要它的驱逐舰、护卫舰。它也严重短缺，所以就实质英国海军本身，我认为它是在苦撑它2艘航空母舰的运作。那照您这样讲，我是不是可以下一个断语就是不成战力？我认为战力是有他自己的，但是没有那么完整的战力。都让我想到福克兰战争，大概是英国最后一次远长城奔袭。外地异地作战，现在的英国海军已经跟1982年福克兰岛作战的时候，已经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是已经沉沦到非常不堪入目的地步了。我看改天福克兰战争呢，就我们搞不好都会换回这阿根廷用的名字——马岛战争。但英国的衰落呢，有一个国家啊，异军崛起啊，谁呢？印度啊！你有双航母，我现在印度也有双航母。我相信很多人不知道这件事，印度双航母都成军了。对，印度呢这一台啊叫做维克拉姆蒂亚，好，那另外一个是维克兰特号，维克兰号是前的，对，维克拉姆蒂亚是后的。大家请看哦，都有飞机哦。对，英国是编不出飞机的，要么漏水，要么火灾，要么再修。现在2艘船通通进去了，所以等于英国现在是实质零航母。可是人家印度最近动辄就是双航母，双航母。如果大家有兴趣，你去打 India。Aircraft Carrier， 这个常常各种照片，他们很会做照片的哦。那这个是印度对华的海上力量2航母联合行动哦，2个航母出来就是要对抗中国吗？印度国防部啊，它呢举行了一个2艘航母啊的联合行动啊，维克拉蒂姆啊，还有另外一个维克兰特号啊。那这2个呢实施了联合行动，并且呢有搭载米格29舰载机，然后在马尔地夫以北啊来进行这个行动。而且呢，很多人认为说它就是为什么是反华？因为新的马尔地夫的总统呢，就是穆伊祖他本身是亲华反印的他现在叫限期你印度军队给我滚出我的国家而且他也开始参加这多国联合演习看起来印度确实相当的有野心跟企图心，而且航母也成编了，下一艘可能还会搞这种平通式甲板我来写一下总编印度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被誉为呢女王王冠上的那个宝石对，结果今天开始发现女王呢已经不行了，可是印度这个宝石自己亮起来了。对，印度现在的实质战力是怎样？这2个航母看 size 看起来是中型航母的等级对，印度这2艘航空母舰，这个后面是这个前苏联时代建造的，后来俄罗斯把它经过改造以后卖给印度。我们之前有讲过，这个比军售其实是一个印度等于说中了这个老千。它原本叫做高西可夫号，是俄罗斯海军那个第4艘基辅级的航空母舰。那时候这个俄罗斯人称我愿意把这个船免费送给你。印度说哇好啊，天下有这种免费的馅饼。后来俄罗斯人就跟他说，这个船我免费送给你，但这个舰载飞机你要出一笔资金，我帮你建构，到时候你就拥有一个很强大的这个航空母舰和舰载机兵力。结果，印度海军前后花了20多亿美元，而且恢复了米格29K 战机的生产线，这就是中了这个俄罗斯人的诡计。因为俄罗斯那时候经济状况不好，他也想生产米格29供自己的布兹涅索夫号航空母舰使用，因此这批飞机等于印度帮俄国人出了战斗机的研发费用，而且船舰的改造，那还是你印度出钱。我来帮你弄，因此印度人花了20几亿美金，那得到这艘船，
那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俄罗斯设计好的一个骗局。但这艘维克兰特号对于印度海军就比较值得他们骄傲，因为它是第一艘自制的航空母舰。这一艘是自制的，而且其实看舰岛我就看得出来这个代数差很多啊。对，它唯一相似就是都是用滑跳式飞行甲板，但印度在设计到建造完成甚至服役，它花了很久的时间。很久的时间。自制航空母舰这计划大概从1990年代末期就展开，哇，大概2008年开始安放这个龙骨。对。但是我们知道，它大概2022年才开始服役。对。它整个历经了10几年的这个建造相关的时间，可以在各国航空母舰发展里面算是时间比较久的。正代表了印度在整个过程里面，它包括技术、包括资金、包括很多综合方面存在很大的问题，让它整个专案的管理不断的被迫进行推迟。据说他曾经这个下水过好几次，下水以后，后来发现这船上有很多布置的部分，又进这个船坞里面进行相应的建造和修改工作。但不可否认，他还是服役了，而且他配备米格29战机。那未来他要逐一采用从法国买来阵风战机来取代这些米格29，因为米格29就它综合性能来说，那印度人其实对它不是很满意，因为之前已经有好几架发生意外坠机相关的事故，这个就让印度考虑到必须用法国比较可靠的战机来取代。但总体来讲，他们属于一个45000吨左右的中型航母舰。那它对标的不就是法国的戴高乐将军？他们两个就是航舰的飞行甲板都差不多，长度大概就是260几公尺。而且排水量来讲，这个大概45000吨，法国的戴高乐号大概是42000吨左右，他们两个属于同级。但是法国的航空母舰比较不一样，它是直通式飞行甲板，对，它上面配备美国制造蒸汽弹射器，因此在飞机的起降效率还有综合能力来讲，其实优于印度这个滑跳式飞行甲板的航舰。总体来讲，我认为印度的第2艘国产的航母，那应该还是采用类似这种滑跳飞行甲板，毕竟美国人会不会愿意卖印度这种电磁弹射？我认为本身存在比较大的问号。而且这个虽然这个美印关系这几年那不断的加深，但对于这种战略等级这种武器或者设备来讲，美国是不是那么大方的愿意提供？其实不无问题。因此未来印度的第2艘航空母舰，国产航空母舰，它如何是什么样的规格，还有什么样展现不同的性能，我们还要持续关注下去。那我最后一样问一下，这2艘跟这个山东舰、辽宁舰的舰级也差不多？舰级不一样，山东和辽宁它是65000吨左右，那比它大了大概2万吨，所以战力上来说，这2艘事实上是没办法对比。对比的话就舰载飞机还有它的整个综合能力来讲，我必须说，印度虽然它这个米格29属于一个中型战机，但它本身它的整个综合运用来讲，应该是水平应该是差不多。毕竟印度海军操作航空母舰，它的历史要远远超过解放军海军。解放军海军在2012年开始拥有航空母舰，而印度我记得没错的话，它在这个80年代，甚至更早，它就拥有航空母舰。只是印度之前的航空母舰，那都是英国海军退役的航空母舰，让它来使用。那而且舰载飞机它已经使用了好几代，2代吧。第一代是美国、英国这种这个海猎鹰这种垂直起降式舰载战机。那目前是米格29，那未来它要用阵风战机，因此在长久的使用上来讲，它航空母舰整个操作和舰载飞机的运用来讲，它的经验累积的一些技术来讲，我认为这个部分是优于解放军海军，但它最大的问题可能是很多核心技术不是掌握在自己手中，比如它这个国产的航空母舰，它上面的舰载武器，那就是严重仰赖进口一些电子设备、一些装备来讲，比如舰载飞机也不是自制，而中国大陆的航空母舰
最大的特点就是完全掌握在技术手中，包括航空母舰本身配套的设备，乃至于舰载飞机，甚至未来的无人机等等，它有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来支撑，而这个却是印度那在这个与中国大陆差距比较大的这个部分。所以只管查打其实是这个里面非常重要的内涵，而这个内涵是目前印度是比不上中国的。比不上。好，我想这个整个这样讨论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 answer 这个答案啊。中国多次模拟对台封锁啊，美国的印太司令说了，解放军2027年呢做好武统准备啊。那到时候我们刚才讲了好多国家的航母会怎么发挥在这里面，作为我们今天的结论。我认为这个美国它的智库还有一些将领经常讲这种台海战争爆发时间点，但我们认为听听就好，因为美国常常发表这些所谓的这种论述，它都有一些目的。时而称赞解放军，夸大解放军，然后有时候他又因为特别的需要而贬低解放军。但我们认为如果台海战争爆发，美军的航空母舰确实会扮演一定的角色。那解放军过去几十年来积极发展所谓的反介入区域拒止作战能力，由于它的整个卫星监侦体系越来越成熟，因此对于美国海军来讲，要靠近台湾，它的危险性会越来越高，因此会大幅制约了美国海军它在运用航空母舰介入台海战争它的这个代价。会不会就只停在这个第二岛链，就是关岛这里而已？我认为解放军海军它这种区域拒止能力会迫使美国海军的航舰必须要在远离台湾这个地区来运作。那目前来讲，它可能要退到第二岛链之外，才能有效安全。4000都超过关岛了。对，所以就迫使美国海军必须要在战法、战术还有科技上做一些精进。但矛与盾的对决未来如何，谁的军事威慑能力更强？我认为我们还是那句话，继续观察下去了。是，不管怎么观察，希望台湾不要被卷进去啊。是，但目前看起来两岸的紧张是很困难的了哈。那我想今天我们对于这个航母做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介绍，然后我们介绍的基本上除了法国跟俄罗斯之外啊，中型以上的较具备战力的航母，我们都做了讨论。那这个讨论其实主要还是希望说给大家一个比较完整的图谱啦。那尤其是印度方面，我们今天特别关注了啊，关注了这个重点啊。那也可以看到，从印度跟英国这个所谓他们的这种战力上的变化，还有包括中国这个航母快速的部件世界的格局啊，在航母这一层上，它所呈现出来的变化之剧烈还有那个图谱之清晰其实我们是越看越明的。好，那我们今天呢关于我们这个呼来座谈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啦。好，那就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那最重要的是呢，要帮我们这个30万订阅那另外呢，一定要加入我们的会员然后呢，这个线下的这个赞助也欢迎大家超级留言、超级感谢那加入会员呢，现在我们都有会员专属的影片包括我们今天有一些花絮都会呈现在这边那最后也欢迎大家可以透过线下的赞助绿界 PayPal、微信、支付宝、邮局更多粮草，让我们做得更好。那30万订阅，继续加油！我们今天再次谢谢总编。好，拜拜，拜拜。好，下次见拜拜。